大年30，我看到丈夫和他的初恋紧紧抱在一起。大年初1，初恋带着和我丈夫的私生子上门挑衅，我直接把丈夫的老家砸得只剩下承重墙，成全了他和他的初恋。他却又红着眼睛，抓着我不放手。老婆，不要走，不走，留着垃圾继续过年吗？我搂着高大帅气的新男朋友，狠狠地又踹了他一脚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大年初1，家家户户洋溢着幸福的这天，我砸了老公的老家，我红着眼睛，披头散发。我知道，现在的我一定像个疯子。陈俊，我的老公，他也是这样说的。何云，你就是个疯子。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大过年的，非要这样吗？你这个泼妇，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，闹得这么难看，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你的丈夫？婆婆也指着我。何云，非要在这一天闹吗？能不能看看日子再闹？公公唉声叹气，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啊，娶了这么个玩意儿进门，我管他什么日子。我大声地哭泣，大声地骂陈俊。陈俊，你这个人渣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一个巴掌甩过去，只是没有甩到陈俊的脸上。那个女人，陈俊的初恋，林娇娇，她替陈俊挡住了我的一巴掌。我用了最大的力气，林娇娇被我打得差点站不稳。陈俊连忙心疼地接住她，反手打了我一巴掌。他也用了最大的力气，我被他打得真的跌倒在地。何云，你真是泼妇，泼妇，哈哈哈，我是泼妇。可是，我为什么变成了泼妇呢？难道我天生就是泼妇吗？我捂着被打红的脸，恶狠狠地瞪着陈俊。昨天之前，我还是一个在他们口中贤良淑德的女人，一个全身心为了家庭而付出的好女人。昨天，大年30，举国欢庆的这天，老公的老家，鞭炮噼里啪啦的到处响着，烟花欢快地在空中跳舞。我在这全家团圆的时刻，听到了我不想听的声音，看到了我不想看到的事。阿俊，我好想你。隔着窗户，一道甜甜蜜蜜的女人声音传进我的耳朵，我瞬间僵直了身体，像被钉子钉住一样不能动。阿俊，我知道你也想我的，不然你那么多年没有回来过年，偏偏今年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就回来了。一阵窸窸窣窣羽绒服拉链的声音，穿这么点，不怕冷吗？陈俊责备中带着宠溺。我忍不住踩着凳子，趴在窗口，看到我的老公陈俊，他脱掉羽绒服，
披在一个娇小的女人身上，而他自己身上只剩下一件保暖衣。阿俊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放开你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吧。我看到陈俊红着眼眶，忍了又忍，忍了又忍，最后，他还是抱住了那个女人，抱得紧紧的。陈俊的脸慢慢地低了下去，女人的脸慢慢地仰了起来。阿俊，明天我有一个惊喜要告诉你。我闭上眼，不敢看下去。我的心比外面的雪花还要冷，坠入了深渊。陈俊，那个模范老公，他背叛了我，在大年30的这天被我发现。这个夜晚特别冷，我从头凉到了心，再到脚，一夜不曾温暖。但是我冷，我伤心，我睡不着，不全是因为发现陈俊背叛了我，因为我也有惊喜等着他。陈俊，我的老公。大年初一，新的一年开始。昨天晚上，陈俊给了我当头一棒。今天，他又给了我更响亮的一个巴掌。一大早，昨晚那个女人就站在了我家门前，还带着一个4、5岁左右，穿着红色拜年服的男孩。爸爸，你就是我爸爸吗？小孩带着天真的面孔，抬头看陈俊。陈俊看看小孩，又看看那个女人，难掩激动。娇娇，是吗？这就是你昨天说要给我的惊喜吗？哦，现在我才知道，那个女人叫林娇娇。她眼泪刷刷地流，但是却不住地摇头。不是，他不是你的儿子，他只是我的儿子。我的。跟他们一起来的大妈一把扯过小雨，把他推到了陈俊的面前，转身数落林娇娇：“我的傻女儿啊，你还要瞒到什么时候？你还要一个人撑到什么时候？你就说了吧，你就告诉他吧。这些年，你过得那么辛苦，都是因为他。你还在为他着想，你呀，真是傻到家了。”王大妈的话再明白不过，那个孩子，他肯定是陈俊的。陈俊欣喜若狂，他抱起小雨，开心地转着圈圈。公公婆婆也跟着开怀大笑。他们，一个终于有了儿子，2个终于有了孙子。我站在这屋子里，气得胸口剧烈的震动。他们完全忽略了我的存在，谁都没有想起，这里还有站着一个陈俊的老婆，他明媒正娶的妻子。你们受苦了，受苦了。陈俊一手抱着小雨，一手揽过林娇娇，他们3个温馨地拥抱在了一起。哎呦，这怎么一下出来个大孙子啊？娇娇，你真的是，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我们。我们老2口有多么想要个孙子呀！你真的是哦。婆婆伸手要从陈俊手里抱走孙子，
陈俊跟个千年宝贝似的不放手。林娇娇在陈俊的胳膊下面，向我投来挑衅的光。我看着这荒诞的一幕，太好笑了。全程没有一个人拿我当回事，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，只有林娇娇，她还没有忘记挑衅我。我看着那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三个人，终于爆发了。我拿起手边一个热水壶，用力的一扔，哐当一声，响声在这个房间里面回旋。陈俊回过神来，总算看到了我。他慌张地放开拥着林娇娇的手，把小雨放在地上。老婆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好啊，你说，我给你机会。说。我提高音量，大声吼：快说呀！陈俊站在我面前，低着头，不停地搓手。我们回房间去好不好？回房间我慢慢跟你说。我看了看还沉浸在喜悦中的公公婆婆，冷笑了一声，搬了把椅子坐下。不必，就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，你们一起说清楚。我看了看林娇娇，好像你们也有很多话没有说明白吧？那就趁这个机会，一起说吧。林娇娇又是一副被人欺负的样子，红着眼睛和鼻尖。陈俊连忙看着我，老婆，我来说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事情，跟娇娇没有关系，你不要为难她。呵呵，我为难她？这一屋子的人，哪一个是向着我的？我怎么能为难得了她？我不想理那个林娇娇，我只想问陈俊，我只想问他，那个孩子怎么来的？明明我们相恋2年，结婚4年，而那个孩子看起来也就4、5岁。老婆，你不要生气，我和娇娇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们的确曾经谈过恋爱，但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，绝对不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。是吗？我越过陈俊，看向那个小孩。那他是怎么来的？我不知道。这句话我信。从他刚才和昨晚的反应来看，他是真的不知道有这么个儿子在的。要是知道，恐怕他早就掩盖不住了。陈俊，我们在一起6年了，而他几岁？我5岁了。那孩子倒是挺聪明，还会帮我回答问题。说明什么呢？你跟我在一起的同时，跟别的女人生了一个孩子。陈俊，你解释啊，解释啊！我越说越气，又拿起手边的一个茶杯砸到陈俊的身上，茶水打湿了他的新衣服，茶杯碎成了渣。我生气，太生气了。陈俊张嘴半天，但是一个字都没有吐出来。我更加生气，因为他连解释都解释不了。
公公婆婆看着孩子那欣喜的表情，刺激着我。我想起了我那个没有来得及出生的孩子，那个因为婆婆的无知让我丢掉的孩子。我气血上涌，我控制不住地开始乱砸东西，看到什么砸什么，锅碗瓢盆、冰箱、电视。这个客厅里面，什么我都没有放过，甚至我拿着拖把开始打陈俊。都是他，一切的根源都是他。他们拦不住我，谁都拦不住，根本不敢接近我。何云，你疯了吗？陈俊终于撕开他那张一贯斯文的脸，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。我疯了？是我疯了，还是你疯了？陈俊，大过年的，你就给我送这么一份大礼，一个你和别的女人生的儿子。我慢慢给你解释，你不要再发疯了。就是，何云啊，你不能生孩子了，这娇娇帮你生了一个，你应该感谢她。你怎么还这么一副生气的样子？你应该感恩，知道吗？婆婆一副歪理说的理直气壮。你现在就该把小雨带回大城市，好好教育。将来，这就是你的福分。哈哈哈！我去你的福分！这破天的福分给你吧，妈，让他当你的儿子，你去感恩他们好不好？婆婆脸色不要太难看。你乱说什么呢？这是阿俊的儿子，当然就是你的儿子。你本就不能生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我还没来得及对他呢，那林娇娇倒是哭喊着说了：不行，你们不能抢走我的儿子，他是我的儿子，是我怀胎10月痛死痛活生出来的儿子，你们凭什么抢他？老子有说一个字要他的儿子吗？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一个私生子而已。我需要？我是不需要，但是陈家人需要。哎呦，娇娇啊，他既然是阿俊的儿子，肯定是要在我们陈家生活的。我们的条件这么好，他跟着我们肯定会享福。婆婆已经苦口婆心地开始劝了起来。阿姨，虽然，我承认，小雨是阿俊的儿子，但是，他又是那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看着我，好像我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怪物一样。婆婆瞬间明白了林娇娇的顾虑，她拍着胸脯保证：娇娇，你放心，只要小雨到了我们家，没有人敢欺负她，谁都不行。林娇娇还是不放手，她紧紧地抱着小雨不放手。阿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想破坏你的家庭，我真的只是想让孩子知道他有爸爸，他不是没有爸爸的小孩。他又看向我，对不起，给你造成了伤害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阿俊，他是孩子的爸爸，他有权利知道孩子的存在。对不起，妈呀，多么善良的一个女人啊！
多么懂事的一个女人啊！居然还会想着给我道歉。相比之下，我简直就不是人。我太恶毒了。我不接受他的孩子。我就是不善良。我就是十恶不赦。老娘今天就是要当坏人，就是不想做圣母。我也从来不是一个圣母。我不理其他人，我就看着陈俊。陈俊，你想怎么办？陈俊低头思考了1分钟。我静静地等着他，就看他会做出什么选择。虽然他做什么选择，我和他的结果都是一样。1分钟后，他抬起头，眼神坚定。何云，我要我的儿子认祖归宗。呵呵，好，好得很。阿俊，不行的，小雨不能离开我。我不能让他叫别人妈妈。谁要让他喊我妈？娇娇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丢下你们，我不会分开你们。陈俊坚定地拉着林娇娇的手，走到我面前。何云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弃他们于不顾。那你就弃我于不顾是吗？你聪明能干，有本事，你离开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。但是他们不一样，他们孤儿寡母，很难生活。所以呢，云云，我希望你大度一些，不要介意我养着他们。当然，娇娇也不会替代你的地位，你永远是我的妻子。哈哈哈，真是天方夜谭。大白天的他做什么梦？还在这里想着3妻4妾，大房2房呢？他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他能走到今天，难道靠的是他自己？我起身，看了看一直躲在他身后的林娇，走到他身边。他本能地往陈俊身后躲。我笑了，摸了摸他的脸。你愿意吗？给他当妾？妹妹。我咬中了妹妹2个字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通红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何云，你何必这样咄咄逼人？何必这样侮辱一个妈妈？你自己也差点当妈妈的。将心比心，你就大度一点，成全我和娇娇吧。妈呀，我老公出轨，和别人生了孩子，还要我大度一点，成全他们。好啊，老娘就成全他。陈俊，离婚，家里一切给我，全部，所有。不可能。陈俊还没有说话，婆婆大声尖叫起来。凭什么全部归你？这个家都是阿俊撑起来的，公司也是他的，钱都是他赚的，怎么全部归你？呵呵，傻子婆婆，我不和他计较。但是我知道陈俊也是不可能答应的，我就是故意的，故意提出他不可能答应的条件。我凭什么那么容易离开？成全他们？果然，陈俊听到我说的话，他知道我一向说一不二。
不像开玩笑，马上也慌了。老婆，冷静一点。我没有想要和你离婚，你想多了。我只是想让孩子认祖归宗。哈哈哈。我看向林娇娇，听到没有？我男人根本没有想要你，还不快滚！林娇娇一脸失望地看着和陈俊，柔柔弱弱的。阿俊，我很难过。孩子，我是不可能让他叫别人妈妈的。我生他怀他那么辛苦，我不会放开他。我看到陈俊多么的纠结呀，多么的难受呀。难道我不难受吗？我比他难受10000倍。谁要看你们上演这种虐恋情深、久别重逢的戏码？我又抡起身旁的拖把棍，哐哐哐的一通砸了下去。林娇娇和那王大妈看我动了真格，大惊失色，拖着那小雨就往外跑。那王大妈一边跑还一边说：啧，阿俊这是娶了个什么媳妇啊？这么泼辣，我看到什么砸什么。他们谁都拦不住我，也可能是不敢来拦我。要是拦，我可能连他们也一起砸死。大过年的，给家里放点血，加点红色做红包，最后在我的畅快林里一通砸下来，他们的老家就只剩个承重墙。我开着大门，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，但是都默契地停下了脚步，个个伸长了脖子往里面看。这阿俊媳妇怎么回事啊？大过年的，发那么大的脾气。是啊，你看这家，那么多高档电器，都砸没了。那有什么？阿俊多能干，这些东西人家根本看不上，砸了就砸了，再买就是，只要能出气。也是，不过到底为什么呀？邻居们七嘴八舌的，还能为什么？你没看到林娇娇走了吗？还带着个小孩。我想啊，8成了因为林娇娇。对，他们2个以前纠缠了那么久，这几年阿俊一家过年都不回来，这今年一回来就闹这么大。我听着邻居们的谈话，冷眼看着陈俊一家，婆婆呼天抢地的大哭，公公唉声叹气的骂我。陈俊呢，黑着脸。何云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你开心了？让我出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呵呵，没有好处。但是不让你出丑，我肯定会被你气出乳腺癌。你说这算不算好处？我丢掉拖把，到门外，对着一群邻居，今天让大家看笑话了。我在这里呢，让大家给我做个见证。陈俊过来捂我的嘴，你别说了，要点脸好不好？要脸，他还要脸。我指着他的脸，就你这脸，还有要的必要吗？丢在地上我都不想踩。他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他好面子，我知道，
所以今天我就要让他的面子全部被踩在地上，一点不留。今天呢，我就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。我何云的老公陈俊和他的前女友背着我生了一个孩子，我大度地成全他们这对奸夫淫妇。我不要渣男陈俊，把他还给他的初恋白月光。哇，妹子，你了不起，有魄力。一个我不认识的大姐给我点赞。对，天下男人多的是，何必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？那陈俊和林娇娇真是不要脸，分手了还能整出一个孩子来。邻居们又开始七嘴八舌地八卦起来。陈俊和公婆气得恨不得吃了我。我出了气，心里也舒服了很多。大过年的，我不想继续和渣男纠缠，于是我上楼，拿了自己的东西，随便拿下车钥匙。直到我坐到驾驶室之后，陈俊才反应过来，扒着车窗：何云，你疯也疯了，闹也闹了，气消了吧？消？老娘的气还没撒到一半呢。只是，如今，我要先回一趟城里。这个年过得太不爽，我要回去好好的睡一觉，再从长计议。我看都不看陈俊一眼，启动车子准备离开。他挡在我的车头前。老婆，大过年的，别闹得太过分。你刚刚那些我都可以不计较，你下来，我们好好商量一下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我给了他最后一个机会。商量什么？当然是孩子啊，肯定要给孩子一个身份。你去死吧，陈俊！我一脚油门，陈俊差点就死在了我的车轮之下。还好，他反应够快，不然，冲动之下，我可能也逃不掉处罚。我从后视镜里面看到陈俊气急败坏地从地上起来，破口大骂：疯子！你这个疯婆子！我要和你离婚！离婚！呵呵，垃圾！他难道以为我还会要他这个垃圾吗？我何云从来不是一个眼里能揉得进沙子的人。爱他的时候，我会全身心的去爱他；恨他的时候，我也会全身心的去恨，甚至不惜代价弄死他。我憋着一口气，用最快的速度回城。第一件事，我在同城网上发了一个帖子，大意就是寻找一位身心健康的男士，充当我1个星期的男朋友。我只写了最简单的信息：姓名何云，年龄28，已婚。陈俊那个垃圾，我要在还没有离婚的时候给他先戴上一顶绿帽子。其实我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，就真的纯粹发泄一下情绪。没想到，帖子发出去不到1个小时，就有人联系我。联系我的人让我很意外，竟然是一个老熟人。
大学同学顾战。当年，他和陈俊，我们都是同学。他很优秀，但是我的眼光都在陈俊身上，根本没有多看别的男人一眼，包括他。他发来消息，我看到你在找男朋友。对，我，可否？否。熟人，不好操作，还是有点不好意思。他急了，直接打来电话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我的电话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。何云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我看了你的要求，身心健康，我完全符合。我有一瞬间的后悔。我开玩笑，你知道，我已婚。他挂了电话，我以为事情到此结束，马上删掉了帖子。算了，还是直接去会所找一个算了，简单省事。反正只要给陈俊戴一顶绿帽子就是。找会所的还简单，甚至服务还好，我不亏。可是让我意外的是，半个小时后，顾战出现在我的家门口。他穿着黑色的衬衫，深蓝色的西装，天气冷，还加一件同色系毛呢风衣。挺拔的身姿让我一下愣了神。以前，我的眼里只有陈俊，从来没发现，原来顾战比他帅那么多。开门的一瞬间，他迅速地进了门，并且反锁。我后退。这个男人看起来有点危险。你什么意思？我问。送货上门。他邪魅地笑。我开玩笑的。那个帖子我已经撤了。他一步一步地逼近我，直到我退无可退，被他抵在了餐桌上。何云，我知道你的事情，所以要不要报复陈俊？不得不说，顾战是个人才。他知道，这个时候能够调动起我情绪的肯定是这件事。他话音一落，我带着胆子勾住了他的头，贴上了我的唇。哈哈，没想到顾战的反应那么大。我还以为是个久经情场的老手，却是菜鸟一个。刚刚表现得那么主动的他，在被我碰到的那一刻，全身都在颤抖。我犹豫了，有了负罪感，不是因为陈俊，而是因为顾战。如果继续下去，我就是一个带坏纯情男子的坏女人。也许是我的犹豫刺激了他，他猛地把我压在餐桌上。我不重要，你可以教我。这一次，顾战激动的都没有来得及去我的卧室。说实话，我的体验不算很好，但是那种报复的快感却让我痛快淋漓。一夜过后，顾战起身，略带歉疚。云，下次我会表现得好一点。对不起，脏了你。他略带歉疚，我也略带歉疚。
他歉疚的是我体验不好，我歉疚的是玷污了他。哦，我们也算扯平了。我还没有穿衣服的打算，一晚上太累，我想继续睡个觉。只是陈俊回来了，他连夜赶了回来，黑着脸站在我的床前。彼时，我正缩在顾战的怀抱里，甚至顾战也还没有穿衣服。何云，你给我戴绿帽子。陈俊气冲冲的要掀我的被子，拉我起床。可是顾战直接给了他一拳，再一脚，他直直被打倒在地上。我依然在被子里面，故意露出若隐若现的上半身。我就是要气死他，用他气我的方式气死他。甚至我更加大胆，更加豪放。何云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在老子的房间里面找男人，老子不弄死你！他从地上爬起来，又开始张牙舞爪。你可以找女人生儿子，我怎么不能找男人？我还准备给顾战生个儿子呢。我笑眯眯地看着陈俊，然后又看向顾战。阿战，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儿？顾战转过身，在我的脸上落下一个吻。都好，只要是我的孩子，都好。陈俊彻底绷不住了，就算他再能忍，也不能面对这种挑衅。他翻身起来，和顾战扭打在了一起。可惜的是，他根本不是顾战的对手，三两下就被顾战又踩在地上，哀嚎连连。真是，我以前怎么看上他的？垃圾一个，打架都打不过别人。我看看他，又看看顾战，哎，只能说我以前眼瞎。陈俊被我气的，去了我们另外一套房子，好几天没有回来。但是我听人说他回来的时候，把林娇娇和小雨一起接了回来。呵呵呵，真是好笑。他一边和他的初恋住在一起，一边又指责我红杏出墙，真双标。我开始清理我们的资产，找离婚律师。我要让他净身出户，不管是钱财还是房产，甚至是公司，我都不会给他。毕竟我有这个能力。他从一个被初恋嫌弃的穷学生，能走到如今，全靠我在背后帮他，甚至是我们家在背后帮他。虽然如今我父母不在，他应该也是觉得现在可以反过来拿捏我了。只是他没有想过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我的人脉，我的能力，我的一切都还是远远地超过了他。要我帮忙吗？顾战问。知道陈俊带着林娇娇回来之后，我直接把顾战也留在了我家里。要，我爽快地回答。毕竟顾战比我的势力大得多得多。那你先帮我。我帮他，我舒舒服服地帮他。这次结束后，
他坏笑着看我。怎么样？进步没有？我撑着快要散架的身体，无声哀叹。果然，男人在这方面都是无师自通。上次还像个愣头青，这次却能反客为主，带领我走向巅峰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他天天在一起。顾战像是被打开了任督二脉，如龙似虎的要。很快，在我和顾战的高速操作下，大年初七一开工，陈俊就被集团的董事会撤了董事长的职位。他气急败坏地来找我，看到我和顾战气定神闲地坐在沙发上喝咖啡、看电视，我还穿了最薄最性感的睡裙。何云，你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吗？你就这样对我赶尽杀绝吗？对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。垃圾就该回到垃圾桶，不要在这里污染我的视线。难道就为了娇娇？就为了小雨？我没有理他，吻了吻身旁的顾战。我看到他气红的眼睛，捏紧的拳头。你以前是最大度的，我只不过是把儿子接了过来。我只是想给他最好的生活，我有错吗？云云，你理解我一下吧。你生不出孩子，也不让我有孩子吗？我都给说了，你还是我的老婆，小雨也会叫你妈妈。你怎么就那么容不下他们呢？云云，我真的对你很失望。滚！我丢了一个烟灰缸给他，他躲开，却并不走。云云，老婆，你就大度一点，让小雨回来吧，其他的我们照旧。娇娇也不会威胁你的地位。我每个月给她一点钱，养着她就是。陈俊，你真不是男人，用老婆的钱去养女人是吧？顾战气的又给了陈俊一脚。陈俊一边躲，一边大喊：云云，救我！救我！我是你老公啊，我才是你老公啊。他不提，我都快忘记了我还没有和他离婚。这几天，我差点以为顾战才是我老公呢。不得不说，现在我觉得顾战简直比陈俊好得太多，帅的也太多。签字。我啪的一声把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丢在他的身上。他颤抖着手看了一遍之后，整个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。何云，你不公平，凭什么我要净身出户？你不是也和狗男人上床了吗？是啊，我真的也是。我真的很有成就感。陈俊，在我这里，你还想要公平？那我就给你讲讲，什么是公平。公平就是你出轨了，我只是报复你。你这几年出轨的不止林娇娇一个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一年几个女人？上个月的丽莎，前2个月的柳柳，在去年的雅雅，
我一个一个的名字念出来时，陈俊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越来越惊恐。他连连后退，直到我说出第9个名字时，他终于站不稳，摔倒在地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知道的远比你以为的多得多。陈俊，你的每一个女人，我都比你更清楚。至于你的娇娇，你不怀疑她为什么离开几年，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吗？你，陈俊像看怪物一样的看我。我怎么了？你是我老公啊，我当然要关心的。你说这几年，我一点都没有拆穿你，我也没有阻拦你找女朋友，可你还说我不大度。我一直在给你机会，我舍不得和你的几年感情，毕竟当初我自认为我们也是那么的恩爱。陈俊啊，我原本是真的想和你一直走下去的，可是，你为什么变了呢？你为什么要找那么多女人呢？你既然厌弃了我，就应该爽快地和我离婚，再去找女人。可是，你一边拖着我，又一边在外面找女人，你真让我恶心。他踉跄着身子，他应该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知道这些。是的，我隐藏得很好，因为我要一击致命。何云，你的心怎么那么深？我真是看错了你。我笑着走向他，站在他的面前。他跌坐在地上，我居高临下地看他。你都不奇怪吗？这么多年，我都没有想过和你回老家过年。今年为什么想和你回去？他惊恐地瞪着眼睛。你，我越过他，开了门。门口站着林娇娇。进来吧，我平静地对她说。林娇娇一个人进来，和我站在一起，俯身看着地上的陈俊。她狐疑地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林娇娇。娇娇，别怕他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滚！谁稀罕你这个垃圾保护？林娇娇踹了他一脚。我看到他不可置信的脸。娇娇，你，呵呵。陈俊，你是不是心里还挺高兴？以为林娇娇还惦记着你，以为我们2个还要为你争风吃醋，打得头破血流。我和林娇娇对视一眼，一人又给了陈俊一脚。垃圾！陈俊，当初你攀上了有钱人家的女人，就急急忙忙地甩了我。我本已经认了，和你分手，你又隔三差五地来找我，给我希望。你脚踏2条船，最后，我失望了，怀着小雨离开。我喜欢过你，为你的前途着想，没有在何云面前拆穿你。可是，我没有想到，你狗改不了吃屎，居然还背着何云偷吃。所以，我觉得，你不配得到幸福，不配得到何云这么好的女人。
我10几岁就被你花言巧语糟蹋，我不想何云也落得我这样的下场。我伸手抱了抱哭得伤心的林娇娇，一个可怜的女人。所以，你们联合起来耍我。陈俊气得手都在抖。对，怎么样？舒服吗？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回老家？为什么几年不回的娇娇也偏偏今年回去？因为我们要给你一个惊喜啊！我们2个一起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我要让最爱面子的你在老家丢脸，丢得一干二净。我要让你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。陈俊，离婚。我大度一点，保证你还是自由之身。陈俊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他摇摇晃晃地起身，撕开斯文的伪装，终于露出他本来的獠牙。我不会离婚，只要我一天不离，你就还是我的老婆。你和那狗男人就不合法，我也不可能把财产都给你。公司是我的，房子是我的，家里的一切都还是我的。被叫狗男人的顾战一拳差点打掉了陈俊的鼻子。陈俊，既然你不知悔改，那不要怪我无情。你以为我忍这2年是为了什么？呵呵，我这2年收集了他所有的证据，挪用公款养情人，那么多的钱，够他进牢里蹲个10几年。我甩出了证据，陈俊这次终于是慌了，他扑通一声又跪在我的面前，扯着我的衣角。老婆，求你了，放我一次，放我一次。我一定改过自新，我一定痛改前非。我离婚，离，马上就签字。只要你不送我去坐牢。我不能坐牢，我还有父母。我要是去了，他们怎么办？关我屁事。那对刻薄的老人，活该没有人照顾晚年。我的父母被他们气得早早离开人间，我难道还让他们安享晚年，做他的春秋大梦？我又拿出离婚协议书，他麻溜儿的在上面签了字，一句话没有说。此刻的他，只想着不要坐牢，不要坐牢。他好不容易在城里站稳脚跟，好不容易变成了村里人人羡慕的人，他怎么舍得放弃这大好人生？只是他不想放弃，我也要帮他放弃。拿到离婚证，我迅速地举报了他。毫无意外，陈俊被判了15年。法庭上，宣判那天，我特意去看他。他站在台上，我在台下。他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恨不得手撕了我。我默默地用口型告诉他：陈俊，你活该。他被人带走的那刻，顾战紧紧地抱住了我。法庭外，林娇娇牵着小雨站在我面前，顾战在一边等我。娇娇，带着孩子好好生活。谢谢你。不过我有钱，你不用给我。
我看着小雨笑了。也不是我的钱。陈俊还是赚了一些钱的。这些钱你好好的抚养小雨长大。哦，再找一个男人吧。陈俊，垃圾不值得你继续想着他。林娇娇没有拒绝。她拿了我给她的卡。我看到她的泪水在眼眶里面打转。她回头之前，看了看远处的顾战。何云，他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你也忘了陈俊吧？好，如果我结婚，请你来。林娇娇走远之后，顾战才走到我的身边。他伸手揽着我的腰。我看着他，带着感激。顾战，谢谢你为我做这么多。他微怔。你知道了？对，我不傻。我知道林娇娇是他找到的，也是他带到我面前的。那些陈俊的女人，都是他费尽心思让我知道的。他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我，等我自己解决掉陈俊，然后他才走到我的面前。冬天过去了，温暖的阳光洒在我们的身上。我踮起脚尖。顾战低下了头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